欢迎收听这次的内容探索。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佛教里面非常核心的概念——12因缘。12因缘。嘿，对，您是不是有时候会想，我们生活中这些烦恼啊、苦闷啊，甚至生老病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真的是个大哉问呢。佛陀对这个好像有很深刻的观察哦。我们手边刚好有几份资料，试着解释这个从一个叫无明的状态开始，无明，一直延伸到老病死的像一个链条一样的生命现象。对，一个循环。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大家梳理一下这些资料，看看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找出最关键的一些洞见。好的。首先呢，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些资料都提到，这个12因缘，或者有人叫缘起法，它好像不是佛陀发明出来的。对，这个观念很重要哦。资料里面是说啊，佛陀认为这个是宇宙本来就有的法则。本来就有。是的，像是一种资料用词是法住法界，就是自然的规律啦。那佛陀是透过他自己的修行，还有非常深刻的那种内省观察，才发现了这个法则，然后亲自去验证它，之后才把它说出来。这个说法很有趣，听起来有点像科学家发现自然定律那样，有点那个味道。对，就像一个侦探看到眼前有老病死这些大家都会经历的苦嘛，然后就不断的往前问，为什么会有老死？那这个生又是怎么来的？这样一步一步往回推。对，往回推。资料里说这个过程叫做逆观。没错，逆观缘起。那这个追溯下去，最后就发现了12个环节，像一个链条扣在一起。是的，不多不少就是12个，从源头的无明，就是看不清楚，对，根本的迷惑，不了解真相，然后一直到最后，就是我们都无法避免的老病死，还有伴随而来的各种忧啊、悲啊、苦恼啊。12个环节听起来有点复杂，是不是有几个是特别关键的，像引擎一样在推动这个循环？确实是，虽然说12个环环相扣都很重要了但是资料里面看来，中间有几个环节的那个连锁反应特别需要注意。比方说当我们的感官眼睛啊、耳朵啊接触到外在的环境，这就是触。接触之后一定会产生感受，就是受，可能是觉得舒服、喜欢，或者不舒服、讨厌，或者没什么特别感觉，中性的感受，这个好像很自然啊，每天都在发生。对，感受本身没问题，但接下来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关键的岔路了。怎么说？从这个感受出发，非常容易，可以说是自动的就跳到下一个环节，可爱，也就是爱。可爱听起来有点就是对于愉快的感受会产生贪求，想要更多，想抓住它不放啊，想要抓住快乐。对，那对于不愉快的感受呢，就会产生厌恶，想要排斥它，希望它赶快消失。这也很常有。这种强烈的可爱，想要或不想要的欲望，又会很快的演变成更牢固的一种心态，叫做执取，也就是取。执取跟可爱有什么不一样？执取更深一层，不只是我想要，而是变成我需要这个才能快乐，我不能失去那个，我一定要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哇，这个受爱取的过程，听起来真的非常贴近我们平常的心理活动，也好像一个小小的感受，只要没有注意到，只要没有觉察，对，它很快就滚睡球一样，变成很强烈的心理驱动力了。正是如此，资料里面就指出，这种可以说是对经验的自动化反应，从感受到可爱，再到执取，就是那个推动我们生命轮回，不断产生各种忧悲苦恼的一个核心动力。核心动力之一。对，最终呢，这些心理上的取就会促成未来的有。有是指就是一种存在的状态，一种生命的动力，然后又导致新的生出生，然后一旦有了生，那后面就跑不掉了，又是老病死。整个过程资料形容是蠢大苦集集。蠢大苦聚集，哇，这样听下来，了解这个机制，好像有点让人觉得无力，是不是就注定要这样一直转下去？这就是重点了。恰恰相反，
佛陀揭示这个机制，不是要我们觉得宿命或沮丧，而是正是因为了解了它是怎么运作的，我们才知道，哪里有出口。出口。对，资料也同时强调一个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道理，叫做还灭。还灭。意思就是说，既然这些苦恼是依赖着这些条件，无明啊、爱啊、取啊，才生起来的。那只要我们能够转化或者移出这些条件，那苦恼自然就无法升起，就能够止息了。所以关键不是说要去消除外在那些让我们产生感受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嘛。对，而是要改变我们内在的这个反应模式，特别是那个从受自动跳到爱跟取的那个连结。没错，完全正确。这里就凸显了智慧的重要性。智慧。对，也就是破除一开始那个无明，看清楚事情的真相，包括这个缘起法则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在佛教里叫做正见。正见，正确的见解。是的。同时呢，光知道还不够，还要实际去修习。修习做什么呢？就是透过培养觉察力，比如说练习正念，还有一些合乎道德的行为、思考方式等等。这些就是资料提到的八圣道里面包含的内容啊。八圣道透过这些练习来慢慢转化那个惯性的自动化的反应。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大致梳理了这些关于12因缘的资料，核心概念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还有那些苦恼，好像不是随机发生的，也不是谁注定的。不是随机的，而是依循着一连串像无明、行这样下去，一直到老病死，这些互相依赖的条件才不断的升起和灭去。对，缘生缘灭。而佛陀的这个发现呢，它最宝贵的地方，可能不只是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像是无明啊、可爱、执取这些。更重要的是，它好像也指明了一个方向。没错，指明了方向，就是透过开发智慧，也就是破除无明，还有持续的去练习、去修习，像是八圣道这些方法，是真的有可能从这个看似没完没了的循环里面解脱出来的。这提供了希望。那最后留给听众朋友们思考的是，在您的日常生活中下一次当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升起来的时候，您能不能试着就停下来观察一下看看那个感受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出现了我好想要更多这个，或我真想摆脱那个就是爱。对，观察那个念头，甚至看看它是不是又很快变成一种非要不可或非丢掉不可的那种紧抓不放的感觉，那个就是取。那个执着。或许光是能够觉察到自己内心有这个从受到爱再到取的连结，看到它在发生，对，看到它，也许这本身就是改变的第一步了。觉察就是改变的开始。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探讨对您有所启发。